Podcast.io。大家好，首先跟大家介绍的是夹管式的手机支架安装方式。那我们会用到的配件有管夹本体以及塑胶套环。那塑胶套环它分别有不同的尺寸，那可以根据把手的直径，或者是把手横杆上面的直径，来挑选适当大小的橡胶套圈。那首先我们拿取适合把手直径的橡胶套圈，套上我们的把手。那橡胶套圈上面有止滑的固定点，管夹本体上面也有一个固定点，将它由侧面套上固定点之后，将管夹本体适度的松开，然后拿取我们的支架本体后面的球头来做固定。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用我们的防盗锁固螺丝来把它锁紧。那此时我们可以依据我们所要安装的位置或者是方向调整完之后，再锁紧我们的防盗锁固螺丝，这样就完成我们夹管式的磁浮手机支架的安装方式。接下来跟大家介绍的是照后镜款的支架安装方式。它会用到的配件有 Y 型的球头支架，还有支架的连接板，以及防盗的锁固螺丝。首先我们必须将把手上或者是镜座上面的原本的照后镜所移除。那移除的方式就是逆时钟方向把它松开来。那把它移除之后，那我们会看到我们的照后镜的底下的螺丝，它的孔位有分 M8 或者是 M10。目前国内一般速克达所安装的尺寸，大部分都是这两种尺寸。我们的 Y 型球头的孔径可以符合这两种尺寸，所以当我们要安装的时候，那把照后镜移除之后， Y 型球头支架的底座放上我们的照后镜的底座上，原本的照后镜装回原本的镜座上。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先调整一下我们 Y 型球头所要安装的位置。那我们建议是安装在朝驾驶者这个方位。那当我们的照后镜锁到一个定点位置之后，我们可以透过扳手来将照后镜上面的一个螺丝把它旋紧。那我们的 Y 型球头支架就已经安装完成了。那接着下来就是要安装我们的支架连接板。那支架连接板它是透过中间的螺丝来把它做旋紧跟松开的一个作用。所以要安装之前，我们先把我们的支架连接板放松到一个适当的一个位置之后，方便它能够套入我们的支架球头。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透过我们的拇指先将连接板中间撑开来，然后放入我们的手机支架，接着再用大拇指以及食指跟中指先稍微固定我们的支架连接板，然后我们可以透过我们的防盗螺丝套上去之后把它旋紧。旋紧我们可以来先调整一下我们预先想要安装的一个方位，那看是哪一个位置比较恰当之后，我们再用锁固螺丝把它旋紧，这样也就完成Y 型球头照后镜支架的一个安装。现在跟大家介绍的是压马式的球头支架的安装方式。一般在重型机车或者是挡车以及裸露式把手的速克达上面，我们可以看到
这一类型的亚马式的一个把手支架。那我们的球头螺丝有对应亚马式的球头支架来做开发。那亚马式的球头支架，它可以符合我们目前的亚马上的螺丝来做搭配。首先，我们移除我们想要安装的亚马上面的螺丝的位置，把螺丝松开移除之后，我们里面所附的螺丝长度有分为短、中、长，那可以对应不同的亚马的深度来做选择。那首先套上我们的螺丝在球头内部，然后再放入亚马里面，然后透过内六角螺丝的旋入，把它转紧，那我们的亚马球头就安装完成。接着下来一样透过我们的支架连接板，支架连接板先松开，方便我们球头放入。接着拿我们的支架底座，然后套入这个连接板。那我们的大拇指及食指先将球头以及支架的底部球头握住，然后一样透过我们的锁固螺丝，将它先稍微的锁紧，之后再做位置的移动，看我们的安装的位置哪一个角度是比较恰当，之后再将锁固螺丝锁紧，就完成了我们的球头型手机座的安装。以上是磁浮手机支架的安装方式的介绍。如果有任何疑问或者是想法，都欢迎在底下留言，或者是透过说明栏里面的连结找到我们的粉丝专页，并私讯给我们你的想法或者是问题。谢谢。